哎呀，郑伯你的腿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来，老人家快起来！哎呀，你们真是倒霉！你看，出门遇上了汪直，刚才叫了一遍，就是汪直。在京城，除了他，还有李太监有这样威风。大家都说，宁可得罪万岁爷，也别得罪汪直啊。是。哎，你个不叫什么？我呀，就喝你的酒。你看，嘿嘿，你呀，你这小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来。哥！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。谢太后。贵妃啊，前阵子饱受世子之痛，哀家也因皇孙猝死而难过，一直未有召见贵妃。怎么样？近来的心情是否平复了些呀？谢太后关心，幸得皇上垂怜，多番安慰，相伴多时，臣妾已无大碍了。是吗？贵妃一直是深得帝宠，福气过人呐。这宫中谁人不知？可惜呀，哀家孙儿命薄，出生不到1个月，便撒手尘寰。看来贵妃今后要多积德行善呐。这个当然。皇上也曾劝说臣妾，让臣妾别为丧子之痛太过悲伤。来日方长，他日臣妾定可再为皇上生儿育女。而且皇上答应，如果臣妾再有身孕，皇上就会斋戒3月，为子女祈福。再有身孕？哼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想当年，哀家生下皇儿的时候，年方20。后来哀家也想为皇儿多生几个皇帝皇妹，可是却未能如愿以偿啊。万贵妃如今的年龄比哀家当年年长不少啊，想再添个一男半女，并非易事啊。太后是否认为臣妾不能再为皇上生儿育女了？哀家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如果贵妃能再有身孕，哀家高兴都来不及呀。只是哀家想提醒，岁月不饶人，你可要把握时机。太后放心，臣妾深受圣恩，如果未能为皇上开枝散叶，实在是一大憾事，也愧对宗庙内历代先皇，所以臣妾将此事看作是头等大事。愧对历代先皇？哎呀，贵妃呀，严重了。皇上3宫6院，生儿育女之事，贵妃未能完成，日后必定有人为你代劳。贵妃何必把这么重的责任独揽你一人身上啊？那是当然，只要皇上愿意广施雨露，多生皇裔又有何难？只怕皇上对臣妾太过怜惜，
这件事非由臣妾独立担当不可，所以臣妾才诚惶诚恐。哎呀，太后，臣妾多站一会儿就感到气力不济，所以臣妾想先行告退，请太后恕罪。退下吧。谢太后。这个妖妇，福薄命喘，满身晦气，害我孙儿夭折，还在哀家面前摆臭架子耍威风。都是皇上对他太过偏心，难怪他不把太后放在眼中。刚才句句反驳，寸口不让。只要他生不出皇子，哀家必定让皇上多力嫔妃，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嚣张。两名太后，一个笑里藏刀，一个让本宫受气。终有一日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本宫不是好欺负的。娘娘，请用茶点，快别生气了。大胆！谁说本宫生气了？本宫生谁的气？谁能够本宫生气？啊！奴婢知罪，奴婢掌嘴，奴婢知罪，奴婢掌嘴，奴婢知罪，奴婢掌嘴。出去！啊，是。哎，七巧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什么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能有什么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贵妃骂你了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当奴才当奴婢的，被骂了是闲事一宗啊。对你来说是闲事一宗，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进宫是要光宗耀祖、扬名立万的。是，我知道，你忍耐一下嘛。待贵妃心情好转以后，就会对你好的，是不是？少淑女，这信是潘大人托遣太后让我转交给你的。义父还说什么了吗？潘大人传话，让少淑女好好忍耐，等待时机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吾儿，爹娘从你义父那里得知，你义父已经送你去京城深造琴棋书画之技，爹娘真的为你高兴了。你义父不但待你好，我和你娘的生活也多亏了有你义父这样的贵人相助。孩子，有朝一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的义父。谢谢你。青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掉眼泪了？没事，家里来了喜，我想念爹娘了。我还以为谁又惹你伤心了呢。没有啊，自从你跟我聊过之后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只是每次看到爹娘的来信，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，心里就会难过。这是人之常情。如果我父母还在世，我肯定哭得比你还厉害了。对了，春花，你在宫里有没有熟络的太监，可以在宫外帮你办些事情的？有是有，你想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皇上跟太后赏给我一些东西，我也用不着，我想把它们卖了，换作银两转交给爹娘，好让他们二位过得好一些。春花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应该可以的，我替你想办法。谢谢你，你等着，我去拿给你啊。
春花姐，哎，春花姐，久等了，又有什么吩咐啊？我哪敢吩咐你，我有事想麻烦你。客气什么呀，尽管说。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，那个少淑女是我以前的同乡，她呢有些赏赐的物品想拿出宫外变卖，把所有的钱送出去给她的家人。送钱没关系，变卖宫中物品就不太好了。如果我被郭公公发现，他会以为这是我偷的，那怎么办？我很难解释的。这也是啊。哎，这样好了，不用变卖物品了，就麻烦你直接把这些钱替我送过去好了。可是这是你的月俸啊。没关系的，我在宫中也用不了那么多钱，你就帮我送过去，说是少淑女送的就好了。那好吧。春花姐，你总爱帮助别人，其实有时候你也应该为自己想想。你看，宫中那些身无分文的老宫女，她们也怪可怜的。日后啊，你可千万别像她们那样。你说我是老宫女啊？那好歹也是10几年后的事儿。人家也是为了你好嘛。你放心吧，少淑女条件这么好，皇上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她会把钱还给我的，我吃不了亏的。那好吧，我会帮你把这件事办妥的。谢谢你啊，小安子。如果把这些东西还给青姿的话，她一定会更不安的。我先替她收好，待日后我再还给她。参见太后，免礼，谢太后。哀家听说万贵妃寿诞之日，你们准备让乐工局的男女乐工一起演奏，确有此事啊？回太后，确有此事。李尚宫、方尚仪，你们都是进宫多年的人了，没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属下知道。知道你们还做呀？是不是在后宫之中，这万贵妃说一，你们就不可以二啊？回太后，男女乐工同奏之事是皇上金口所提，下官等实在不敢有违圣上。是皇上的旨意？正是。这后宫之中本来就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如今还要男女一起演奏，要朝夕练习，你们能担保这里面不发生什么事吗？回太后，由男女乐工第一天练习开始，下官已严厉告诫众人，每次练习之时，下官等人都在旁监察，以防有人私下接触。但是要是担保无事，下官真的不敢贸然作保。李尚宫，你这样回复，哀家倒反而放心了。不过你们要清楚，你们要记住，一旦发现男女私事，一定要停止男女合奏一事。如果皇上问起来，就说是哀家的主意。下官明白。若被哀家发觉你们监视不力，破坏了宫中的规矩，哀家不会轻饶你们的。下官知道。退下。是太后。简直是胡闹！男女合奏，怎么让他们想出来的？周太后近日真是太空闲了，连本宫的一场寿宴表演也要过问。太后只是怕男女乐工连日相处，一时会情不自禁坏了宫里的规矩，叫下官等人留意罢了。那你们就真的要好好留意了，防范于未然，千万别出任何状况，让太后拿来做口实。取消表演，既坏了本宫雅兴，也枉费皇上的一片心意。倒属本宫绝不会轻易的饶了你们。下官明白，下官一定会好好看管他们，不会有所差池。退下吧。
下官告退。方尚仪，看来表演之前你我也难安睡。正是。站住！贵妃又没传召，她怎么会进宫中来啊？春华含香也进乐谱房了，那岂不是与杨勇共处一室？杨月宫，少姑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也是我们的女乐宫，更是我的好朋友百含香。百姑娘好。杨月宫好。其实每日我们都在一起练习，只是不认识而已。是啊，而且含香也特别喜欢你演奏的那首契别。百姑娘真是见笑了。是真的，那首曲子群会曲中，让人听了之后哀愁久久不能散去，真是难得的好曲子。谢百姑娘夸奖。以后咱们就一起在这练曲吧。你们先请吧。来，含香。那你们就真的要好好留意了，防范于未然，千万别出任何状况，让太后拿来做口实。取消表演既坏了本宫雅兴，也枉费皇上的一片心意。到时本宫绝不会轻饶了你们。娘娘请用茶。哎，映月，七巧呢？七巧说她要亲自拿娘娘的金披搭去换衣举喜。这个丫头聪明是很聪明，只是有时过了头。再聪明的人，在娘娘面前也只是常人罢了。看你这张油嘴。哎，七巧，有事吗？贵妃娘娘。什么事？快说。禀告娘娘，哦，有这回事？是。带本宫去看看。映月，你不用跟去。是。
参见贵妃娘娘。参见贵妃娘娘。参见贵妃娘娘。不知贵妃娘娘到此有失远迎，望贵妃娘娘息怒。不知者不罪，免礼。谢贵妃娘娘。杨勇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？回娘娘话，在下是奉林大人和方尚仪之命，把契别一曲写成乐章，好做保存。原来如此。杨勇，先随本宫出去，曲谱迟些再写。是。其他人在这里等着。杨勇，你跟我来。是。贵妃娘娘有何吩咐？杨勇，你是本宫举荐入宫，本宫不希望你破坏宫中任何禁忌，你知道吗？杨勇知道，杨勇不敢有辱贵妃娘娘名声。好，你知道就好。你有才华，能够吸引女儿家倾慕，是人之常情。但本宫希望你明白，在后宫之中，你既不能对任何人有非分之想，也不能令任何宫中的女人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否则只会累己累人。你明白吗？杨勇明白，谢贵妃娘娘提点。杨勇只是奉命去乐谱房，就是与女乐工交谈，也只是谈及乐谱之事，绝无非分之想。好，既然你明白的话，本宫也就不必多说了。你回去吧。是。七巧，过来。是。七巧，你初进本宫是何等机灵乖巧，你看看你现在，看你都变成什么样子。本宫警告你，你再擅作主张、自作聪明的话，本宫绝不饶你。娘娘息怒，奴婢不敢了。杨月宫，贵妃娘娘没有责备你吧？没有。你有才华，能够吸引女儿家倾慕，是人之常情。但本宫希望你明白，在后宫之中，你既不能对任何人有非分之想，也不能令任何宫中的女人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否则只会累己累人。
打开乐谱，准备，奏乐。杨月宫，原来跟我隔墙合作乐曲的人是你啊！是我。可是，那扬琴不是百姑娘弹奏的吗？我们考乐工局的时候，她的手刚好受伤，不能弹琵琶，所以我跟她兑换了乐器。那这么说，是你要那个小太监去买那把琴的？你怎么知道我让小太监出城帮我买琴啊？其实，那把琴是我先看中的。后来，那小太监跟我说明原因，说这把琴是给宫女考试用的，我才忍痛割爱。原来是这个缘故，怪不得你常盯着韩香看呢。对不起啊，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那个没关系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少姑娘，谢谢你跟我一起合作那首乐曲。遇见你，天意，更楼无边枕上，听梧桐夜雨，心相依，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春风沉醉，睡不沾愁眉。梦里有一梦，心碎，爱相依偎。相思一夜，心变千江水。天若有情天要否，珍重不悔。遇见你，天意，更楼无边枕上，听梧桐夜雨，心相依，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
恭喜太后，太后脉象平和，身体无甚病症。张太医，你看错了吧？那为什么哀家近日总觉心中郁闷，似有千斤重压呢？是吗？可是从脉象上看，并无此症状。那也许不是什么病症，是哀家的心结吧。不知下官能否替太后化解此结？哀家能跟你说，自然觉得你能够为哀家分忧解愁。那还请太后明言。让他们下去。都下去。是。张太医，自万贵妃丧子之后，一直是你为她看诊，确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哎呀，这万贵妃要比皇上年长多岁，皇上对她又是宠爱有加，这后宫里除了皇后，妃子就她一人。我担心再这样拖延下去，皇上难有子嗣啊。请太后放心，下官必定费尽心思为贵妃娘娘调养身体，让皇上早日再得龙子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哀家的意思不是如此，你早该明白。下官愚昧，望太后明言。哀家是想让你看看万贵妃承运的机会到底有多大。如果机会甚微，哀家就会要求皇上广力嫔妃，为我大明朱家延续香火。这……妇女承运，半为体质，半为天意，这也是很难说得准的。那还要你这个太医干什么？让下官为贵妃诊断后，再向太后回报。此事速办勿迟，哀家等你的消息。是，下官告退。周太后想逼皇上册立妃嫔，却要借我之口说万贵妃难以再生。哎呀！张太医，方上医，殷思月。殷思月，你先回去看管月宫练习，我有些药物问题要请教张太医。好，下属先告退。方上医，身体可有不适啊？我没什么，有问题的好像是您啊，太医。太医满怀心事，是否遇到疑难杂症难以下药？哎，有疑难杂症的是我呀，恐怕这次难以全身而退。有这样的事？周太后要我说，万贵妃现在难以再孕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周太后和万贵妃这场相斗，无论谁胜谁负，你都是最大的输家。哎呀，这正是令在下不知所措呀。周太后和万贵妃不和之事，在宫中人尽皆知。周太后逼皇上立妃，要的是一个名目，而张太医这次被选中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就让周太后和万贵妃去斗吧。这烫手的山芋啊，你还是原原本本的还给周太后他们吧。哎，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啊，谢方上医指教。哪里？宫中遍地陷阱，处处漩涡，稍不留神，陷入其中都会招来横祸。张太医需多加小心啊。哎，这个在下知道了。希望此事太医能平安度过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哦，请慢行。周太后真的想以本宫难再怀孕为由，
破皇上立妃。可下官身在此家缝中，该如何是好啊？请贵妃娘娘指教。你能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本宫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周太后那边，你只要把本宫身体状况如实相告，不胡言造假，我相信这样做，周太后也不会为难你吧？希望如此。退下吧。下官告退。正值盛年，经脉畅通，成育并非难事。张太医，看你都写的是什么？太后息怒，下官诊症所得，确实如此。哀家上次跟你说的话，你一句都没听进去。太后所言，下官不敢忘记。只是在习医之时，家父曾说，为医者，除了令病人安心之外，不能说谎作假。下官行医数十年，铭记在心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太后，立妃一事天经地义，只需皇上首肯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张太医的一纸证明有什么关系啊？各位乐工，今天是万贵妃寿宴，也是男女乐工练习多时的表现时机，希望大家全力演出，不负皇上贵妃的厚望。大家准备，我们出发吧。是。太妃，今天朕特地让男女乐工合奏为爱别请生。谢皇上。朕希望你开心。行，好，来，请，来，来，昨天的寿宴弄得有声有色，特别是男女乐工合奏的那一段，既悦耳又悦目，比平时的音色也丰富了许多。汪直儿，应记你一功。谢娘娘赞赏，汪直非常开心。只要能得贵妃娘娘一笑，汪直多辛苦都值得。看你这张油嘴，哼，并没有因为当上西厂厂工而有所改变。我不变的何止是一张嘴呀！我对娘娘的忠心也从来都没改变过。够了，你弄得本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娘娘，这么多的好礼物，要不要先看一看啊？两宫太后都送来了什么？回娘娘，前太后送来玉如意一柄，西域羊脂膏2盒，金钗2支。前太后出手好阔绰，周太后呢？回娘娘，周太后送来了多子佛1座，送子观音1座，还有白瓷够了，把这些物品全部收到阁楼的箱子里，本宫不想看到。是。
启禀皇上，周太后在宗庙长跪不起，您赶紧过去劝劝吧。竟有此事？是。起驾。皇上起驾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母后走吧。太后今早说要来祭拜先皇，怎知到来之后一直下跪了2个时辰，午饭也不肯进食。奴婢担心有事，所以派人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你不必向哀家下礼，向历代先皇下跪吧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你不必向哀家行礼，向历代先皇下跪吧。是。你已祭拜多时，还是随儿臣回宫吧。哀家怕一闭上眼睛，又梦见历代先皇对哀家责骂，你就让哀家再次长跪赎罪吧。母后，您何罪之有？哀家贵为太后，掌管后宫大小事务，可偏偏最大的事情，哀家不能管，哀家管不了。母后，先起来再说。有何事是母后管不了的？肯定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。母后，您告诉儿臣，儿臣惩处他们。这不是宫女太监们的错，这是哀家的错。母后何错之有？哀家掌管后宫，除了让各嫔妃、宫人之间和睦相处，不致惊扰皇上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要令皇上早日开枝散叶，为我大明朱家多留后裔。他日哀家100年之后，方有颜面去九泉之下见历代先皇。可是皇儿，你登位已经多年了，只得万贵妃产下一子，还不到1月就夭折了，对皇后是冷漠多时。可是万贵妃她已经年纪不轻了，宫中又无别的嫔妃，别说哀家心急，就连先皇也连番托梦，责怪哀家不劝皇上以子嗣为重，多立嫔妃。母后，子嗣多少，上天早有安排，着急不得。着急不得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何况皇上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把后裔之事当作平常。母后，这你不必多说，就让哀家长跪于此，向列祖列宗赎罪吧。母后，您这又是何苦啊？历代先皇在上，臣妾教子无方，无法劝皇上以后嗣为重，多立嫔妃，以续我大明香火。列祖列宗，责罚臣妾吧。母后，儿臣遵从，母后意愿便是。好，皇上要立多少妃嫔，臣妾阻止不了，也不敢阻止。去做太后的孝子吧。爱妃，这也是情非得已啊。
难道皇上看不出这是太后的一出戏吗？太后在宗庙长跪不起，借口梦见先皇责备。如果需要的话，臣妾也可以做给皇上看。是，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。但太后跪在祖宗灵牌前，朕能置之不理吗？说到底，我们夫妻的恩情永远不及你们母子连心。臣妾认命就是。爱妃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我立再多的妃子，也只不过是为了延续香火，怎么能与你我几十年相知相守的情感相比呢？皇上还记得这些？朕当然记得，你跟朕患难与共、忧戚相关的往事，朕历历在目。只不过，你说母后常跪在宗庙前，做儿子的能怎么办？爱妃，朕答应你，不管立多少妃嫔，日后对你的宠爱绝不会减少。皇上，臣妾承认是一个嫉妒之人，但是臣妾之所以会嫉妒，都是因为对皇上的爱啊。朕知道，朕了如于心。朕只是希望爱妃不要太难过。皇上终于听从太后的话，同意择妃了。嗨，不容易呀，这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嘛。那当然啦，这下太后可就放心了。哎呦呦，瞧这姑娘长得多叫人疼啊！多谢太后夸奖。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听说周太后以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的理由说服了皇上，命皇上多立妃嫔，开枝散叶。周太后的心腹官员、皇亲国戚连忙献美女经过，这全是刚进宫的淑女。周太后设宴款待她们，顺便观察个人的相貌、品性。一下子送这么多人进宫。是啊，立登龙门身价10倍呢。朝中官员还不拼命把自己的亲信引荐进宫吗？少淑女，少淑女，前太后召见你。走吧。好。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命各个淑女把自己的画像呈现上去，他要仔细看看，从中册封妃子。哀家已经找来宫中最好的画师，把我们青姿最优美的一面展现给皇上。明天一早，你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早点过来，知道吗？是。太后，皇上一直不敢册立妃嫔，看来就是怕万贵妃心中不悦。这次周太后以计相迫，迫使皇上就范，这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！哀家已经打听过了。新进宫的5位淑女，虽然说是美丽可人，但是跟咱们清的国色天香比起来，那可真是有段距离呢。看来这次皇上要册立青姿为妃的事，可是手到擒来了。那就太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太后在宫中也总算有个照应，我们这支太后外戚也可延续圣恩。青姿啊，这次可全看你的了。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不知皇上传召臣妾有何吩咐？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爱妃啊，你看，
这些是宫中淑女们的画像。皇上是否在向臣妾炫耀，让臣妾看看皇上的新妃嫔是何等的漂亮？谁能比爱妃漂亮？朕的心思你应该明白，丽妃都是太后之意。皇上跟臣妾早已说过了，又何须召见臣妾再说一遍呢？朕只是想再次向爱妃证明，朕只是求子心切，并无烈焰之心。所以朕想由贵妃你来替朕选出2人，这样既可以安抚太后之心，亦可平爱妃之怨。皇上要臣妾选妃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不奇怪，如果爱妃能够选出合意的2人，那日后相处方能和谐，这样也表明朕对爱妃并无二心。好，既然皇上委以重任，臣妾却之不恭，那就由臣妾代劳吧。好，爱妃啊，只要你金口一开，那人便飞上枝头。这个少青姿是前太后保荐入宫的，人长得最为娇美，若让她进当皇上，说不定我的地位就难保了。既然皇上让我来选，我怎么会把耗子放进米仓呢？皇上，臣妾就选这2人了。好，朕马上册立2人。爱妃啊，那现在你大可放心了吧？放心，是难过才对。皇上立妃，让臣妾来选。皇上可曾听过民间女人的一个说法：家中可容1000张口，却难容下半张床。但愿皇上日后能信守承诺，对臣妾不离不弃。你放心吧，爱妃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朕对你可曾怀有过2心？结果到底是什么呀？喂，是啊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来，有结果了。封了谁了？刘淑女、何淑女都封了陈妃。那我们这位呢？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刘嬷嬷，是谁来了？啊，是太监小福。有什么事吗？说呀！皇上已经下旨，册立何淑女和刘淑女为陈妃。是吗？
这呀是最甜的。刘嬷嬷，我是来找少淑女的。在里边，你进去吧。青姿，是你啊？有事吗？没什么，我是特意来看你的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何宸妃、刘宸妃那边才热闹呢。丝质坊、丝针坊、丝设坊都在那边忙得团团转，做衣服、做首饰，忙着布置寝宫。我这个以下弟显得更加冷清。青姿，别这么想，选不上你不是你不好，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的。原因除了我貌不如人、命不如人之外，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原因？我们回去吧，我想清静一会儿。那好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再来陪你。你千万别太伤心了。春华，青姿情况怎么样？她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？受不了也得受。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替她难过。我们身为宫女，辛苦一点也算是有事可做。但青姿这样等侧风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刚才我去看她，我都不知该如何安慰她了。我曾经呢，在御园碰见过何宸妃和刘宸妃，论样貌，他们都比不上青姿。可皇上为什么会看上他们呢？在后宫中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现在青姿身为淑女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皇上的宠爱。接下来的日子确实是挺难熬的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命运。不过青姿还好的是，有你这个朋友关心她，那她也不算是孤苦无依啊。以后呢，我们有时间就多去陪陪她。这恐怕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。韩香，我重新改动了一下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试一下吧。自从上次蹊跷带万贵妃来过这之后，杨月宫就好像对我们很避忌的样子。杨月宫，他知道是我在宫墙之内与他合奏那首曲子，之后就再也不敢到那儿去了。一定又是蹊跷，在万贵妃面前说了些什么。也许疏远一点，对大家都好吧。好，我觉得可惜才是呢。相识易得，知音难求。在这乐宫局当中，又有多少真正懂得音律、挚爱音乐的人呢？是啊，那以后我的知音就是你，你的知音就是我，
来，继续谱曲吧。少姑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想当你的知音，是不敢。我杨勇不是怕你，而是怕连累。杨勇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宫墙那边，但我已经决定，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弹奏这首曲子。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也许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危机了。想不到皇上这一次册立了何淑女、刘淑女，青姿还是没有被选上。她最早入宫，而且还是哀家保荐的，这真是……唉。太后放心，待会儿青姿到了，我一定要责备一番，让她更努力进取才好。待会儿你们好好谈谈。老臣明白。参见太后，见过义父。不必多礼。哀家要到御花园走走，你跟你义父好好聊聊。
恭送太后。太后，老奴随太后有缘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自从我收养你之后，我请了最好的先生来教你琴棋书画。你进宫之后，我给你铺排最好的场面，好让你跟皇上见面。前太后几次三番盛宴宴请皇上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得见龙颜。可是你呢？你没有给皇上留下任何的印象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哼！义父，请你原谅我吧，青子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了？那么为什么比你后进宫的淑女一个一个的都成了妃嫔，而你却没有任何改变？青姿，义父不是责怪你，义父是怕你太谦让、太被动。你这样在皇宫过活会吃亏的。你现在已经被人迎头赶上，如果不再加把劲儿，以后在宫中更加难以立足，你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义父也知道这件事太为难你了，要你孤身一人在宫中争一席之地。可是义父也是迫于无奈呀。你看看，义父也是一把年纪了，我的2个儿子又不是大将之才。你说我们在宫中如果没有人撑腰，那我们前潘2家今后享受皇恩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。多年来，义父为了供养你的父母，培育你成人，那番心血，那番人力财力，的确是花的不少啊。青子深知义父对我家的恩情，你知道就好。青子啊，虽然我们输了首回合，只要我们加把劲儿，打起精神，我们还能扭转局面。青子，你要好自为之啊！少淑女，我们是回宫。回宫。走吧。少淑女，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在这待会儿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天快黑了。我说让你先回去。那好吧，我去拿件披风过来。
刘嬷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呀，已经向太后禀明回太后宫中服侍，太后也已经答应了。那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当然要留下来了。剩我一个人呢，那冷冷清清的怎么过日子啊？你呀，你就行行好，陪陪他吧啊！我陪他，谁陪我呀？当初是你愿意来的嘛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以为一到这里，很快就会升为妃子长衣的，谁知道会是这样。我怕这样等下去，她会变成白头淑女，我就会变成白头宫女了。你瞧你这一张毒嘴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走吧，走吧，就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。哼！请你带我离开这里。袁公子，请你带我离开这里。你想走？求你带我走吧。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不想的太多就无法。好，我带你走。偶尔夜里噩梦却不断。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总是说快乐并不淡，想我却寂寞。袁公子，救我！别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不要！海棠，海棠，海棠。元芳，你要辞去官职？是，赵大人。可你为何要辞官呢？赵大人说的对，做事要审时度势。现在并非是向皇上觐见如何治理国家的大好时机。留在吏部当官，元放之无甚作为，不如让我辞官游历，做一些我认为痛痛快快之事，还望大人成全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希望你能更有作为。谢大人成全。停！原地休息一下。你们三个看好囚犯，剩下的跟我进来。是。来，我们是西厂锦衣卫，要在这办事儿，你还不快滚出去！嘿，
你是不是聋了？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大侠，吴大人，你赶紧走，这里有些衣服和银两，够你路上用的。多谢大侠相救，在下能否知道大侠姓名啊？不必了，吴大人，赶紧走，免得西厂的鹰犬追上来。多谢，请受在下一拜，请起，走吧。好。回长官话，我们押解武良进京，途中遇袭，武良他被人劫走了。看，你们这帮人全都是笨蛋。袭击你们的是什么人？属下不知，只见他戴着一个铁面具，身手敏捷，剑法相当厉害。戴铁面具啊？还是单身一个人就把你们打成这个样子是吗？哎，你给我滚！是。铁面人敢与我们西厂为敌，你是谁？皇上，怎么样？翡翠玉镯贵妃收了没有？他究竟想要朕如何？朕不是已经跟他说明白了，妃子都是让他来选的，非要这么折磨朕。皇上，西厂厂工汪直求见。来得正好，传。汪直参见皇上。平身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来的正好，朕正有事要找你商量。皇上，请说。朕难为母命，册立了2名妃嫔，惹怒了贵妃，多日闭门不见，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赐座。谢皇上。不知你有何良策？虽然妒忌被列作7出之条，但这也是女人的天性。奴才相信贵妃只因一时妒意才会这样，更何况贵妃应该清楚皇上应该有3宫6院的事实，这时间一长，相信贵妃自会来见皇上的。时间一长，那到底是多久啊？这就很难预测了。但是皇上可以以静制动。以静制动？暂时不要找贵妃，装作自得其乐的样子，让贵妃娘娘更心急想见皇上，这才是制胜之道。这样行吗？或许3天、10天、8天都不一定，但不妨试试。好，那朕就试一试。你说的也对，如果现在去见贵妃，礼也不收，门也不开，朕要是去了，是自讨没趣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能这么想就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朕有何要事？哦，回皇上，近日西厂锦衣卫频频遭受不明身份之人的袭击，看来有人暗中结党营私，奴才担心他们会对皇上不利。有这等事？那你如何处理？希望皇上能够拨出更多人手、更多款项来壮大西厂，以彻查是何人所为，确保皇上您以及大明江山的安全。好，朕就再给你加500锦衣卫，1万两白银。你一定要尽早查出他们的下落。多谢皇上，汪直就是粉身碎骨也会保护皇上的安全。马上去办吧。
是，皇上。快点！快点！一个住手！剩下的是在那儿。是，快，仔细做。你过来。我得看见了。我没干过。你干什么？把头抬起来！抬起来！走。走。没干。哎呀，没话走。走。走。袁大哥，杨勇是你吗？杨勇，你既然在宫中走动，可知西厂为何要抓捕平民百姓呢？西厂遭人袭击，皇上给西厂多增派了人手，说一定要查出乱党。有这种事？袁大哥，你没事？没什么。走，喝酒去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好。哎，请啊，好，这边坐。哎，袁大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喝这么多？没什么，不过想到少年时，以为自己的一腔热血可以为国为民做些事情，但事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哎，我听说你把官辞了，可有此事？已是上个月的事了。那，你有何打算？四海遨游，做一些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。是啊，我在宫中当月宫，也是权宜之计。要不，我跟着你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吧。杨勇，老实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，我怎么敢带你一同去冒险？对了，你进宫数月，可有什么见闻？人在宫中，身不由己。有些人想接近，又不敢。我大哥的死因，我想去查，但不能去查。看来我们的境况相同，都是身不由己啊。来，为我俩能早日找到方向